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几千年来，祖先一直在记录我们的历史，讲述我们的故事。这里的每一部典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智慧，人们世代守护，薪火相传，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打开典籍，对话先贤，知道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道德经》。晚辈向先生请教，何谓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无处不在，万物由它生成，依赖它成长。集先贤智慧于大成，传根本智慧于后世。典籍如灯，可照亮世人。这满世的典籍，如能善用其中智慧，定能如日月般散发光辉。1993年10月，湖北荆门，荆门市博物馆整理室。惊人发现，惊人发现呐！我们找到了《道德经》的抄本，在国典楚简中找到了老子的《道德经》。对，看这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句与现行本的第25章一字不差。这些竹简经过检测，时间为战国中期，那就意味着《道德经》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啊。郭店楚简中《道德经》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东西方学者之间关于《道德经》的一场对话。你们好。郭店楚简《道德经》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老子著作，足以证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2500多年前的东方智慧。我们发现了700多枚有字简，均用楚国文字抄写。这些抄本比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抄本还早100多年。从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抄本，到西汉时期湖南马王堆帛书抄本，都足以证明《道德经》啊，一经诞生，就受到世人的竭力推崇。在我的国家，哲学家叔本华说过，《道德经》是关于理性的学说。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对《道德经》也是十分推崇。当时由于没有公开发行的俄文译本呢，他就尝试自己着手翻译。托尔斯泰也非常喜欢上善若水，他认为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如水一般。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茨总提出，在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道德经》让亚斯贝尔斯警察
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就包罗了宇宙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他说，《道德经》是一部不可替代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全文5000多字，言简而意味深长，质朴而充满哲理，玄妙而顺理成章。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识读中国哲学开山之作《道德经》。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万事万物遵循着怎样的法则？人应该怎样存在于天地之间？亘古以来，东西方先哲们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着关于万物本源和存在的奥秘。而在2000多年前的函谷关，中国哲学鼻祖老子浓缩了自己一生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以5000余言道德之意，给出了极富东方智慧的解答。今天，让我们与3位读书人一同品读《道德经》。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季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各位老师好。刚才我们在开场戏剧中看到，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发现了一批《道德经》的竹简，在国内外的学界都是引起了轰动的。因为经过测定，这一批发现的竹简是截至目前发现时间最早、文字也是最古老的《道德经》的抄本。对，《道德经》呢是最初呢称为老子。郭店楚简的出土，足以证明老子《道德经》的成熟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老子生活的时期是东西方共同处于一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就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发生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突破。几大主要文明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索一些问题，比方说宇宙的本源是什么？那其中老子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是道。他的提出比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还要更早而且呢，他在后来也一直影响着东西方的知识界。《道德经》是被翻译语言最多、出版数量最多的中国文化典籍。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和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都曾翻译或试图翻译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被称为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那我们想要去了解《道德经》，离不开2个字儿，就是哲学。简单的说，哲学可以说是关于这个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一个学问，主要是探寻宇宙和万物的本源和普遍的法则，探讨人和世界的关系，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典型的哲学著作，它的篇幅很小，只有5000多年，分为81章。它的思想呢，涵盖了哲学、伦理、政治和兵法等诸多领域。翻开我手中的这本《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一个根源，但不可言说。而且他还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这也是在探讨万物的起源。老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就是道法自然，主要是说这个道呢，遵循天地万物的这个活动的方式和法则。古人的生活呢，是日出日作，日落日息，这就是遵循自然节奏的生活。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就会造成破坏，造成生态的失衡。老子的思想中还充满着这个辩证思维，
比如他所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那么老子呢，重视这种对立的转化，就是希望人们把握相互转化的这么一个深刻的含义。还有一点，老子啊，他特别赞美这个水的力量啊。老子说：“上善若水嘛。”天下莫柔弱于水呀，但是你至刚至强的东西也不能改变水，不能战胜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他认为柔韧是有力量的啊，他其实是以柔克刚，是以弱胜强。说得太好了，《道德经》流传如此之广，而且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我们在能看到的这个正史当中，关于老子的记载其实并不是很多。在司马迁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中，关于这个老子的这个记载啊，只有400多字。其开篇就写道：“老子者，楚苦县赖乡泉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丹，周守藏氏之始也。历史上则称他为老子或老丹。”《史记》呢对老子呢主要记载了有2件事，一个是就是孔子问礼于老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子欲出关，官令尹喜刘老子著书上下篇，原道德之义5000余言。守藏室之始是干什么的？那如果按现在的说法，那叫国家图书馆馆长哦。而且呢，当时国家图书馆在周的都城嘛，所以孔子问礼于老子，到那儿拜访他。孔子对老子的评价是什么呢？老子犹龙也，他是龙一样，是变化莫测的。可以看出老子对孔子的影响。实际中的记载是说，老子呢举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看到这个周王朝的日趋衰落，但是呢又无能为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辞去了守藏室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2500多年后的我们能够看到老子这样超凡的思想和智慧，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尹喜。没错，尹喜从函谷关往东望过去，发现有紫气东来，意味着什么？有大人物要过关了。然后他就在那儿迎接着。这个大人物是谁呢？是老子。尹喜就把老子留下来，跟他讲：“我知道你要去隐居了，但是希望你能勉力为我们著一本书。”哎，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紫气东来。后世呢也有称这个尹喜叫这个官尹的，《汉书·艺文志》就有记载说，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也就是说，尹喜也辞去了边关的职务，追随老子而去。谢谢3位老师带我们识读了《道德经》。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怎样演绎《道德经》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识读《道德经》。欢迎大家来到典籍里的中国，我是中国国家画卷院长田静心，也是节目的艺术总监。这一期我们将要演绎《道德经》，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王庆祥，在戏剧中饰演老年老子。我是演员张彤，在戏剧中扮演的是中青年阶段的老子。我是王志刚，在戏剧中饰演尹喜。我是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坤鹏，谢谢大家。《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被奉为中国哲学的开山祖。这次戏剧中，我们邀请了王庆祥老师和张彤老师，分别扮演老子的老年阶段和中青年阶段。老子他在年幼的时候就总爱问各种各样的知识和问题，到了中青年阶段的时候入守藏室，求书若渴。这次我扮演中青年阶段的老子，我是特别荣幸。老子中年之后的那些思想，让我觉得呢，他真的是个有大智慧、大胸襟的思想家、哲学家。这样的思想高度呢，使得孔子也特意来向他求道。2500多年前呢，老子的道法自然和上善若水的这个思想深度，确实是
让我们赞叹。在总导演的带领下，我们选择了把老子在守藏之事期间的经历作为核心场景，展现了老子求道、悟道、传道的一生，以此来致敬伟大的哲学家，致敬伟大的东方智慧。老子能成功悟道和水有着很大的关系。《道德经》中有2句话，正是体现着老子以水喻道的智慧。我们请饰演老子的2位演员来诵读一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希望尽我所能吧，带来一次完美的演绎。希望可以和王庆祥老师一起演绎好我们的圣贤老子，让更多人了解老子的人生智慧。尹喜大人，尹喜大人，尹喜大人，老聃先生所著的《道德之义》玄妙异常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大方无余，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读不懂，但就是觉得好。哎，尹喜大人啊，要不然您给我们讲一讲？对呀，我也半懂非懂，正想向先生请教呢。那咱们进去吧。哎，对，不能进去，先生正在写。写到哪儿了？是啊，哎，你们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写完了，写完了，写完了啊！先生写完了。好。春秋时期，经历了王子朝之乱的老子，见证了周王朝的没落。他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都城洛邑，西行至函谷关，关令尹喜向老子问道。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共5000余字。这就是我们后世看到的《道德经》。大人，共5000余字，太好了！大家各司其职，我去向先生请教。遵令。谢先生为世人留下道德之义5000余言。
坐吧。先生所写5000余言，包含天地万物法则、爱民治国之道，学生读后感觉高妙玄奥，恳请先生为我讲解。晚辈也想向先生求教，恳请先生讲解《道德经》。你是谁？何为《道德经》？晚辈撒贝宁是来自2500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先生所书《道德之义》，后世称为《道德经》，被奉为典籍。2500多年后，正是。晚辈见过先生。那我问你，2500多年以后是个什么样？正如先生在《道德经》里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我没读过这几句啊。有，我刚写的，就在你手上呢。果然有。你怎么知道先生刚刚写的话？他说他来自2500多年后，应当是真的。如此说来，我这5000余言传下去了。不只是传下去了，而且是流传甚广。您的《道德经》和诗、书、易等同被奉为典籍，影响了华夏文明2000多年呢。而且，您也被奉为中国哲学开山之子。何为哲学？哲人究天地万物之本源与法则，这门学问后世称为哲学。如此说来，这5000余言算得上哲学？那当然。恳请先生教授我道德之义。晚辈也想向先生请教，何谓道？撒君安坐。谢先生。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争。他听不见，也看不见，却永不休止，生生不息，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我勉强为它命名，叫做道。学生请教，如何才能感知道的存在？道无处不在，万物由它生成，依赖它成长。我们生于道之中，从无中可以关照道的奥妙，从有中可以关照道的端倪。拜见商容先生。坐。拜见先生。坐。商容先生，我子李耳已到了该学习的年纪，可送到其他先生那里，均不肯收他呀。为何？这孩子总爱问一些怪问题。哦，小李儿啊，你都问了些什么怪问题啊？我总在想，为什么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西边每天落下一个太阳，要存放多少个太阳？东边每天升起一个，还有多少个太阳等着升起来？李儿，不得无礼。他问的很有道理，继续问。天上有川泽湖海吗？没有。那雨水从哪里来？从云朵来。云朵从哪里来？这个我也不知道。先生见谅。继续问。雨落为水，水为什么流向低处？水入百川，百川归海，因为海
在最低处。海是什么？海就是最广大的水。海是最聪明的水。为什么？因为它知道手在最低的地方，于是长得最大。哦。啊，哈哈哈哈。来，看，你看到了什么？水。退后一点。你看到了什么？瓦盆。再退后一点。你看到了什么？盛满水的瓦盆置于案几之上。你悟到了什么？悟到了，站得越远，看到的东西就越多。想要看清所有东西，要先往后退。哦，哈哈哈哈哈！啊！此子真乃天生慧根呐！尚荣先生，这么说，您愿意收下他了？收，当然要收。小小年纪，竟能问出有关天道的问题，小灵儿啊，你可真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弟子啊！谢先生。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来。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不是在我幼年时得遇尚荣先生，或许我也不会继续对天道的追寻。在后世，教育者有这样一个词儿，叫保护天真。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保护天真的。后来我在国学里就成了问题先生。你踩上我手了！哎呦，对不住啊，启庆。哎，快，先生来了。咱们今日讲诗，大雅文王一篇，起。文王在上，乌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送的不错。先生，学生有问题。你问。先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按文王上写的，周王室得了天道，那为何诸侯多战，民生多苦呢？诸位学子，咱们今天只讲诗，与大雅文王无关的不讲。是呀，我也很想知道，先生您就讲讲吧。天下多战是因为诸侯无道。学生想知道，究竟什么是让天下复归井然有序的法则？咱们今日只讲诗，不讲法则，好不好啊？是。那先生，请您讲讲其命维新。其命维新就是说，我周朝的天命永远更新。那怎么又乱了呢？对呀，因何又乱了呢？李耳，你把我脑子都问乱了。不讲了。哎，先生，好你个李大耳朵，好好的讲学，又让你毁了。怎么能怪他呢？我也想问。还有你，齐大嘴，你俩就是问题先生。
你才是问题先生呢！他说的对，什么天道不天道的，重要吗？就是重要吗？重要啊！真是服了你们俩了！走了。哎呀，走吧，走。在国学里，我结识了此生我最好的朋友齐青。他和我一样，爱问问题。但是有提问，才有答案了。所有的哲人先贤，都是从善于发问开始的。云溪啊，我过函谷关，你将我留下，求问道德之意。你就是问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呀！尹喜先生，也是替世人求得了一个可以流传千百年的珍贵答案。哎呀，你们两个人呐，是一唱一和，颇像当年我和齐青啊。哎呀，学成后，我和齐青一起入守藏室，为例。此地便是我周王室守藏之室。自文王、武王受命有天下，周公营造洛邑，天下典籍就从各地逐渐汇集于此。有些典籍已经抄写存放在这里数百年了。尔等皆为新任的守藏之力。书有云：“念中史典于学。”尔等今后当以生命守护典籍，努力为学。守护典籍，努力为学，谨遵太史教诲。这么多典籍啊！是啊，有数百年了啊！哎，看看这是什么书？来，你看上面，后边还有呢。哎呀，这么多书！是啊，天下典藏汇集于此。李尔，快来看，这是先王之书。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吗？鼠入谷仓的感觉。大家叫我齐大嘴，没想到你看到这么多的典籍，咧的嘴比我还大。我这是高兴啊！你们俩，一人一份儿，拿着。是。跟我来。这是什么？请问，此为何物啊？圣徽，蝗虫的，在每个木架的支脚处绕着撒。
撒匀一点。你们俩在这面撒，我们去那边。是。李大耳朵，你快过来！怎么了？这里有帝尧之书，你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牧，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见到这些史书，如亲见圣贤。小子何人？小子李耳，见过先贤。如可有事问？小子请问先贤，如何才能做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呢？要像舜那样，肾归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魁，百魁实训。齐青，齐青，李耳，怎么了？帝尧在跟我说话。啊？他说什么了？他说，舜推行德教，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立身之本。大家都以舜为榜样，听从他的教导。后来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顺。他在冲我点头。哎，李耳，你是不是天天熬夜看书，产生幻觉了？哎，你哪有人啊？哎呀，你刚刚一挡我眼睛，帝尧就不见了。你呀，来，你快过来！李大耳朵，快过来！看看，这边是商书，这一册记载了商汤王的事迹，让商汤王陪你聊会儿天儿，我去撒肾灰。这是商汤王讨伐夏桀的誓言啊！和尔众书，悉听朕言，非以小子敢行称妄，有下多罪，天命极之。小子李耳，见过先贤。太史，哎呀，太史，商汤王不见了。商汤王？对呀，哪里有什么商汤王啊？有的。我在翻阅帝尧之书的时候，帝尧出现了；我在翻阅商书的时候，商汤王就出现了。后生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读书啊？是啊。你叫什么？哦，回太史的话，我叫李耳，字丹，陈国人。你喜欢做守藏之吏吗？喜欢，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自幼喜读典籍，想领悟万事万物的本源和法则，生生不息的天地大道。这里典籍众多，是一个领悟大道的好地方。守藏之士，典籍多，爱读书的人也多。真正能领悟天地大道的，
我却没有见到。为何？领悟大道很难吗？李儿，你撒完了吗？哎呀，太史，他的还没撒完。太史，领悟大道真的很难吗？灵儿啊，今夜罚你在这里撒圣灰。你挨罚了还这么高兴？你不懂，太史知我喜读典籍，想让我多看书，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他呀，对我很好。那你就好好读书吧。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啊！我华夏古圣先贤，竟留下了如此多的典籍，3坟5典俱在，8所9丘列陈，连山、归藏、周易萃集。守藏之士，藏书最丰，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你读过多少？哟，太史，你看典籍的时候，一脸痴迷的样子，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太史。这些典籍您都读过？守藏室藏书何止万卷，典籍如海，读者如舟，何能尽读啊？在这些典籍面前，我感觉我自己很渺小。日月交替，世事变迁，但这些典籍不变不动，就仿佛一位1000年的智者，在等待着我去求问。你是要问你心中的大道？太史，您说悟道很难，为何？哎，你看见这盏灯了吗？看到了。好，那你看到这满室的典籍了吗？看到了。好，那我问你，这灯和这典籍有何相同？灯能照亮典籍，而典籍如灯，可照亮世人。聪明。我要说的就是，典籍如灯啊，你寻找的路，会有这满室的典籍为你照亮。从今日起，李尔必当奋力读书，以求早
日悟道。集先贤智慧于大成，传根本智慧于后世。你是我见到的最有悟性的人，你能做到。我在守藏之事书读了一卷又一卷，时间过了1年又1年，年龄越来越大了，这胡子也是越来越长了，而道呢，依然是若隐若现，终究没能真正领悟。但我知道，每一天的积累都是在向悟道迈进。有太史为良师，其亲为益友。岁月经年，也只在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一代人呐，老了。商容先生的病情如何呀？先生，我见到了。见到他的时候，楚国和陈国正在打仗。先生生着病，却仍在关心民间的疾苦。先生，李尔来了。李尔，我一直盼着你来呀。来，来，是。先生，您的病情好些了吗？我的病很重，天下亦是如此。扶我起来，你应当把幼年与少年时求知的欲望转化为世间众生求大道、求智慧的志愿。世间需要一种根本的力量与智慧，去平复乱世，拯救疾苦。你要领悟这种智慧，为世人找到这种力量。弟子谨遵先生教诲。
商容先生的担忧，也正是我的担忧啊。太师，我担忧您的身体。我也油尽灯枯，即将离开人世。太师，您一定会痊愈的。离儿离不开您的教诲。只有读不完的书，哪有不会走的人？你不必为我悲伤。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举荐你做守藏使，终于获准了。这完世的典籍，如能善用其中智慧，定能如日月般散发光辉。先生曾经说过，灯能照亮典籍，而典籍如灯，可以照亮世人。我走后，你要守护好这些典籍。你要为文明的传续守住一盏灯火。希望能为这世间传一份遮风挡雨的智慧。后生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读书？是。你是我见到的最有悟性的。我走后，你要守护好这些典籍。在刚才的这段戏剧最后，老年老子于风雨交加中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从他的身影当中能够感受到他追寻大道的这份决心。是的，这出戏让我们看到了老子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人。老子啊，从小就是一个爱思考、敢发问的人，这和他哲学家的形象其实是非常吻合的。商容啊，其实有的史书中也写成是长聪嘛，这是老子的老师。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士传》里说，商容先生临终之前，老子去看望他，说：“您还能给我一些什么教诲呢？”商容先生就张开嘴说：“你看看我的牙还在吗？”啊，老子说不在了。然后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说还在呀。然后商容先生告诉他，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其实就是柔弱胜刚强嘛。确实，看了刚才的戏剧呢，有很多的触动。我想起了薪火相传这4个字，许多我们如今早已看不到的典籍呢，老子可能都读过。像《道德经》中的以百姓心为心，就是继承发展了尧舜时期的民门思想。华夏文明的更新和连续性，正是在这种精神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爱是商容先生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敢忘记你们对我的托付啊。尼尔，你我要为这文明的存续守住一盏灯火。这世上需要一种根本的力量与智慧，平复乱世，拯救极美。你希望我领悟这份智慧，拥有这种力量，相信自己的智慧，你终会找到答案的。相信自己的智慧，你终会找答案。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呀！如今守藏之责压在我的肩上，贤贤智慧陪伴左右。李儿啊，李儿，这些年你求到了什么？什么才是可以传之千古的智慧大道啊？太阳可以在东方升起，可以在西方落下。东方有多少个太阳排队等着升起来？西方为什么能放下那么多太阳？大道应如日之恒，万古不易。文王在上，巫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得天道者，可以福泽世人。天道为贤者所用，乃能福泽万物。还很聪明，它待在最低的地方，于是成为最大的水。百川汇海，乃成其大。得天道者，天命永兴；择世人者，世人永奉。天道不私亲，但亲近万物。大道应该是福泽万物、成就万物、生发万物的。那是什么福泽万物？成就万物，生发万物。那是什么福泽万物？成就万物，生发万物。那是什么福泽成就万物？我正在悟，你们帮着我一块儿想想。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了。雨淋湿了整个世间，淋湿了万物。对，是雨，是水。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对万物的福泽就应该向着水呀。涓涓细流，泽备万物。水是最接近于道的。天地人与道本为一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悟到了。你悟到了。
悟到啦，悟到啦！上善若水，上善若水呀！上善若水，上善若水，上善若水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柔韧而志强，滴水可穿顽石，汇流可载巨舟。悟到啦！上善若水，上善若水，上善若水呀！水本无心，但能应万物所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我知道，曾经有一个人也向您请教过，而他在后世也被奉为圣贤。那你说的是谁呀？一位鲁国人。尔等都是新任的守藏之力。书有云：“念中时，典于学。”今后，我与诸位一起守护典籍，努力为学。守护典籍，努力为学，谨遵守藏史教诲。各司其职吧。这就是周王室的守藏室，这么多典籍，老子在这里学有所成，定有大智慧。看来我这次来对了。拜见先生。二位是？在下孔丘，字仲尼，特来洛邑向先生求教。仲尼，可是鲁国的仲尼啊？正是。当年先生在向党，我曾向先生求问。这次来要问什么？我想求问天下之道。我们坐下说。天下失道已久，以至于诸侯相侵伐，名声凋敝。我在先贤之书
圣人之教当中寻找答案，却一直不能确定。你都读到了什么？我以为治国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诸侯以周天子为尊，尽气相伐，和睦相处，行文武之治，复周公之礼，定可重现成康盛世。倡导礼的那些人呐，只是言论还在，现在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吧？先生是说，恢复周礼于天下安定并无益处。仅是恢复周礼，却失道、失德，那又有何用啊？请先生赐教。上善若水，世人应该学习水，滋润万物的美德。上善若水，水之德如君子，水之美德的确值得世人学习。孔丘谢先生之教诲，拜别先生。仲尼是幸运的，他见到了守藏室最完整的样子。数年后，洛邑发生了变故。据后世的历史记载，王子朝与王子猛、王子盖争立为王，以至于造成周王室内部长期激烈的争斗。王子朝在逃离王都之前，守藏室迎来了一场浩劫。把这里围起来！从现在起，一卷竹箭都不许发出去！是。先生，守藏使何在？我就是守藏使。奉上命，尔等需即刻将这些典籍、史册全部装车，搬走。搬到哪里去啊？这个不该你问。我是守藏使，典籍搬去哪里，我就该跟到哪里呀。如何我问不得呀？对，这些典籍传承了千百年，逐渐微变脆弱。你们这是要毁了典籍？哪儿那么多废话！来人，全部给我搬走！慢着！你们谁要毁掉这些典籍，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先生，我也是奉命行事，失礼了。先生，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先生，不能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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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走开！师兄，你们敢动典籍，我跟你们拼了！走！不要！师兄，师兄，
师兄，启程。启程啊！怎么会是这样？我不能没有你，守藏室也不能没有你。啊！你踩着我手了！哎呀，对不住啊，先生。是呀，我也很想知道，先生您就讲讲。李尔，快来看！大家叫我齐大嘴，没想到你看到这么多的典籍，点的嘴比我还大，我真是高兴高兴啊！哎呀，师兄，谢谢，先生，天气都没了。你也走。齐青先生舍命守护典籍的精神，必将融入大道，生生不息。萨君说得对，大道生生不息。因喜得先生传至大道，愿以余生将道德之一的智慧传下去。因喜愿辞官跟随先生，请先生收我为弟子。请起。你能在我国函谷关的时候留我在此，就是与我有缘，与道有缘。我收下你了。谢先生。快起。恭喜先生，恭喜尹喜先生。二位先生，可愿随我到后室，去看看《道德经》的流传？带路，请。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此为何人？他是在您之后200多年，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他深受您的影响，最早为《道德经》作注。他的解老育老，开启了《道德经》的注解史。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重本析末而已。追崇大道本源，而不舍本逐末，此人是谁啊？他是在您之后700多年曹魏时期的一个少年哲学家，名叫王弼。他不满20岁的时候，对您的哲学思想就已经有了非常精深的了解。后世研读《道德经》，多以他的注本为基础。此子尚未及冠，便能领悟此道，
了不起啊！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呐。此人又是谁啊？他是生于2000多年之后近代思想家，名叫魏源，时值清朝末年，华夏多难，此人救亡图存，乃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20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道德经》作注，他也是其中一位。先生，您再看。在后世，您的《道德经》被翻译成近10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成为翻译语言种类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文化典籍。先生之道，生生不息。到了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您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了普通百姓家的生活智慧。哎呀，不是，你看我这衣服，好看不好看？怎么样，老头儿，帅吧？臭美吧你啊！臭美就对了，这就是《道德经》里边说的美其服。美其服。来，再给你一个美其帽。呀，爷爷，你看，手指彩灯一亮，照的咱们家多漂亮。这就叫安其居。真香！吃饭了，来，吃饭了。来了，坐。妈妈，鱼为什么要这么摆？鱼头要冲着长辈表示尊敬，这个是习俗。这叫乐其俗。长寿面来喽，挑寿，祝爸爸高寿。爷爷爱读《道德经》，小的时候就跟爸爸说，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什么是甘其食？就是说食物很甜美的意思。让我们一起祝爷爷生日快乐！谢谢。灯能照亮典籍，而典籍如灯，可照亮世人。希望能为这世间传一份遮风挡雨的智慧。爸，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感谢洒君，让我看到这些人间美景。爷爷过生日啦！大道生生不息。谢谢先生，为后世留下这部《道德经》。洒君就此别过，先生保重。
在刚才这段戏剧当中，看到后面典籍在后世的流传，老子看到这个其乐融融场景的时候，我们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他这份欣慰的心情。是的，老子的智慧不仅照亮了那个时代，他一直穿越2500年，照亮今天。老子的很多思想仍然是最有价值的。比方说，我们一直提到的上善若水，它是个人的修养，它也是处事的原则。我觉得它已经融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了，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老子这个年代，还只是一种梦想啊。但是呢，今天在我们这个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实践呐。我觉得这是什么？这就是老子苦苦追寻的生生不息的道。戏剧基于史实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创作，同时也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的空间。老子的道法自然，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需要我们践行。这也说明了《道德经》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老子的思想不仅对诸子百家都有影响，更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道德经》的思想是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的组成，也是中华文化贡献给全世界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灿烂的文化遗产。上善若水，则备万物。老子悟道的深刻哲理和人生智慧，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华民族融汇了如水一般的性格底色，也为中华儿民乃至全人类打开了一扇思考宇宙万物、追寻幸福生活的大门。老子超凡无穷的智慧，已然化作中华文化丰沃的土壤，涵养后世，利益众生。我们再次感谢3位读书人与我们一同品读《道德经》。我是王佳宁，下一部典籍我们再会。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